最近一波王一博拍摄热烈的路透照流出之后，有不少网友都觉得他的长相普通话、老干部化了，完全没了之前大明星的气质了。而且他的鼻子看起来很奇怪，有些角度甚至无法描述。说实在的，视角永恒359度的Shin Wan我还真没有这种放大镜后面的心碎感觉。我也实在没有看出这些言之凿凿的陈述论据，就像不少人诋毁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的农妇颜值一样，这不都是剧情的需要吗？值得大费周章的把这些演员从剧情当中拉到现实生活当中进行二次元的时空比较吗？拿2年前的状态跟2年后的状态进行比较，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吗？Shin Wan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一些人的批评技术含量是0呢，还是负数呢？说白了，这其实也表明了，现在的王一博正在慢慢的抛弃流量偶像的标签，逐渐向实力派靠拢，所以在造型上就没有之前那么精心。有些摩托姐姐感同身受的表示，他是素颜出镜，可以为角色做出任何牺牲。其实他的颜值一直都存在争议，只不过这段时间他为了转型不怎么营销这方面了而已。但又因为他的档期非常满，所以难免就流出来了一些无修饰的照片出来营业。现在的他在商业代言上已经比之前谨慎多了，毕竟有了国家的介入，市场也没有之前那么猛和乱了。被拉了出来打靶的景甜，也十足使为大家都敲响了颜值以外的各种警钟。对于王一博而言，政治任务才是老干部的正装工作。这不，给今年的毕业生加油打气的政治任务又来了，因为00后也终于是到了毕业的年纪了。每次说起这个群体，所有人都有一种他们还是孩子的错觉。结果呢，实际上00后最大的已经跨入22岁了，已经有人正式毕业了。想想我们各自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深深的感慨再次袭来了呢？结果这个老干部王一博二话不说，再次挑起了思想维稳的政治任务了。在这个恰逢00后毕业之际，党媒官媒《中国青年报》在2022年的6月27日晚7点，在线上举办了一场00后毕业演唱会的演出。届时，有多位知名歌手与中青合作的 MV 作品都在大直播中一一展示了，其中就包括了歌手王一博的作品了。虽然现在王一博本人正在剧组拍戏，不久前还因为自己穿着奥特曼的衣服做了大回环而冲上了热搜。那时的王一博还是演员王一博、舞者王一博的双料身份，现在呢，被中国青年报提及的身份换成了歌手王一博。出道多年来，王一博本就是团队组合出道，虽然是舞蹈担当与说唱担当，但他开口唱起歌来，独有的奶音与低音炮也是为他的歌声增色不少。他在无机一个穿字就顺利穿走了上万名听众的20元钱，他的一片东麦，那个一片高粱，更让震惊的韩哥睁大了眼睛。他无感的低吟也让无数唱不清歌词的听众跟着呜呜一片。这次王一博带着他的青春宇宙热烈上线，为毕业的学子及时送去了祝福。燃信仰之火，繁华开万朵，乘梦想之舟，直挂云帆沧海流。这首歌绝对是对于青春，对于未来的最好的祝福语和挂念语了。这些感慨经由王一博稍微低沉的声音吟唱出来，更显娓娓动听。对于中国青年报发布这则消息时，粉丝们心情是很猛的。毕竟谁能想到那个在剧组拍戏还时不时变成光的男人，突然之间就要参加这样一场活动呢？一时之间，粉丝们开心不已，纷纷在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区留言，表达对于王一博的期待之情。说到这，Shin Wan我也真的好奇，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99.99999的人还是看不出王一博政治任务的历史使命呢？这个世界吃瓜皮久了，就失去了先知先觉的感觉了。或者说，Shin Wan我的频道还是影响力不够啊？当然了，王一博的摩托粉丝有这样的情绪，其他家也有。除了王一博之外，王俊凯、张杰、刘雨昕、陈立农等多位歌手也会参加这场活动。说实话，王一博粉丝也就花钱买代言还可以，对于做数据，那真的仿佛要了他们命一样，
大粉在那里三催四请，粉丝们就是纹丝不动。偶有几个做数据的还做不明白，佛系的世界同样没有多少人明白。路人看了也叹息，真的会以为王一博没有粉丝的。然而这一次不一样了。中国青年报所提到的名单中，有一家毫无疑问与王一博粉丝有些纠纷，那就是这就是街舞第5季。于是乎，这无疑是激起了王一博粉丝的好胜心，开始积极点赞转发，势必要将自家同单的留言挤到最前面去。经此一事，佛系粉丝们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账号究竟有多么废了。点赞数高达5、6万的时候，才能压得住其他家粉丝的2、3万。这也就是平时不养号的严重后果了。说到这，Shin1我真的想笑，因为粉随正主，多数的时候真的很赞，少数的时候抽筋也算。不过呢，顶流与其他人的粉丝数据到底还是有差异的。即使账号再差，王一博的名字到头来还是来到了评论区的最上层，能让一向不愿做数据的佛系摩托姐姐们动起来，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大家偶尔就是抱着一种绝不能输的心态在做。毕竟当王一博的数据自动吊打别人时，别家的粉丝还只能睁着眼睛自吹。如果王一博的青春宇宙被人压了，恐怕有些艺人的粉丝又要嗨到高潮了。佛系有时候也是力量，这种力量无需自夸，但是呢，也需要自发。而自发起来的懒散摩托，爆炸力同样惊人到爆。因此，Shin1我经常也是乐观其成的。当然了，乐观其成也是需要态度和观点的，没有预设的想法，就很难 follow 到一些好玩的东西。例如幸福到万家，那么您知道幸福到万家自带的几个附加值很高的趣味点和话外音，需要格外留意吗？现在幸福到万家已经开播了。剧方专门搞了个第一次看赵丽颖在剧中穿婚纱的热搜，就是在明晃晃地提醒吃瓜客的注意视角和注意事项。因此，吃瓜客网友纷纷表示说，确实没见她结婚穿婚纱。话说，赵丽颖和冯绍峰结婚是相当仓促的，当时在一起时都还没到谈结婚的地步，可以说他没想到娶她，没想到嫁。但恋爱期间她怀孕了，所以考虑了，还是领了结婚证。这些前尘往事，本频道都有大量的梗，以供回味和调剂。因为赵丽颖怀了就没有办婚礼，生了后又准备复出忙事业去了，所以最后也没补办。现在又离婚了，那就更没那个可能了。想看她穿婚纱，剧里头可以看，或者等她下回结婚了。另外呢，农村出发的赵丽颖这次真的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虽然现在影视剧数量不低，随时都有新剧在播，但是从制作团队到故事及角色设计和演员表演各方面看，或多或少都有问题，整体质量都不太理想。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新剧刷屏，观众也觉得剧荒，无剧可追。但近期开播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倒是填补了空虚，值得严重关注了。首先离不开老导演郑晓龙在业界的知名度高，虽然电视剧导演大都比较低调，但是从业多年的郑晓龙因为佳作太多，作品热度和口碑都不错，所以被很多观众熟悉和认可。从以前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再到前几年的《甄嬛传》《芈月传》《红高粱》等，成绩都很不错。郑晓龙的成功和口碑源自对作品的选择水平高，从编剧到服化道等细节都做得不错。而且在演员的选择、调用和指点方面，功力都很深厚，所以这些年不仅自己作品多又好，而且也捧红不少演员。当然，郑晓龙选演员的眼光好，并不仅仅是全部用新人，也经常选择一些名气大的演员，但并不单纯消费演员的名气和热度，主要还是看重实力和角色的契合度。比如之前郑晓龙启用的演员蔡少芬、孙俪、蒋欣、周迅、刘涛等等，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当红演员。而《幸福到万家》这部剧，郑晓龙选择赵丽颖主演女一号，然后搭档了一大批实力派，其实也很谨慎和考究。
值得注意的是，郑晓龙或许会看中赵丽颖的人气和粉丝，但绝对不是他最看重的因素。因为郑晓龙的水平高，可以选择的明星很多，很多明星都愿意和他合作。而且Shin Wan我提到多次了，这次是赵丽颖与郑晓龙再度合作。很多年前，赵丽颖才出道还没走好的时候，两人就合作过，郑晓龙还是很认可赵丽颖。只是这些年，赵丽颖大红大紫，被推上了流量明星的神坛，也成为古装偶像剧的专业户。郑晓龙老导演没有找到与赵丽颖合适的角色，所以迟迟没有再合作。而这次郑晓龙选择与赵丽颖合作，还不仅仅是因为赵丽颖走红了，更是看中她作为非科班演员，这些年作品多，热度高，口碑好，说明她是有演戏天赋和实力的，也积累了更多经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赵丽颖是来自农村，与《幸福到万家》里女主角的背景和经历相似，两人有天然契合度。而且赵丽颖的美貌既可以很古典和小家碧玉，又可以简单朴素接地气，演农村角色也毫不做作和违和。在这一点上，同样是当红八五花的杨幂、杨颖，甚至倪妮、刘诗诗等都不容易做到这一点。这都是和生活背景及经历有些关系。如果硬要通过形象和表演去贴近角色，他们还做不到很自然，难免生硬，表演痕迹太重，都不如赵丽颖那么自然。因此，农村出身的赵丽颖出演这些农村题材的时代正剧，真的是让吃瓜客们可以深度共情一把赵丽颖身上更多地气十足的合体演绎了。更有意思的是，除了政治大环境外，这个时间点真的太左右逢源了，太如鱼得水了。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底了，各大好剧都迎来了收官之战。先有张若昀主演的《警察荣誉》在观众的第2季的呐喊声中，以8.6的高分功成身退。跟着刘亦菲、陈晓主演的《梦华录》也在鹅厂的超前点播大礼包下迎来了大结局。顾盼生辉的 CP 互诉衷肠，相依相守，三娘成功穿上凤冠霞帔，宋引章成了事业女强人，所有人的结局都很圆满。曾舜晞、杨超越主演的《说英雄谁是英雄》，虽然跟《梦华录》撞档，也没有太大的水花，但大结局依旧延续李牧歌导演的一贯风格。全员毕，很多两部剧一起追的观众，前一秒还把嘴咧到了后脑勺，下一秒就哭断肠。一大波好剧的落幕，也就意味着另一大波好剧的光顾。而在即将上岸的剧中，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终于要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下来了，摇身变成为了满满期待值的高颜值传票了。前有郑晓龙，后有赵东林合体搞事情，后者的才情再次无缝地得到了升华。这部史诗级的农村大剧，如果换个思路和角度的话，的确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突破。幸福到万家改编自长篇小说《秋菊传奇》，讲述的是农村姑娘和幸福在面临事业、婚姻、爱情和亲情的多重考验下不断成长的故事。这不仅是一部史诗剧农村大剧，更是一部讴歌女性成长的正能量励志剧。其实该剧之所以能为播先火，受到观众的瞩目和期待，不仅仅因为主演是赵丽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制作班底上。有电视剧教父之称的郑晓龙，他镜头下塑造的经典作品实在太多了，根本列举不过来那种。像早些年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等等，还有被网友扒掉底裤的《甄嬛传》，那更是经典宫斗剧中的经典。完全可以这么说，郑晓龙出手那就是奔着得奖去的，所以幸福到万家才能让观众如此期待。不仅如此，该剧的编剧赵东林也同样是业界的大拿级人物。刚刚提到的《警察荣誉》就是他笔下化平凡为神奇、化无聊为有趣的高分作品。这么说吧，在赵东林编剧的笔下，不仅细节拿捏到位，对人物情感的塑造更是细腻。就像《警察荣誉》这部群像剧，全剧没一个废镜头，把群像剧拍出了现实感，是真的不一样的牛，想不到的牛。而《幸福到万家》这部剧汇集了郑晓龙和赵东林两位王者，光这个平民年代的奇幻风景，外加这样一个实力强硬的班底，
无论如何都让人伸着脖子用力期待了。从片方给出的超多预告片和物料看，该剧从一开头就表现出满满的戏剧性张力，农村婚宴、恶俗婚闹，再到大打出手，矛盾冲突直接拉满。当然，对于郑晓龙导演来说，仅仅拍出农村那种热闹感是不够的，更多的是要用作品来彰显现实意义。郑晓龙导演表示，《幸福到万家》并非只讲了农村变化，而是在城市变化的基础上看待农村变化，真正的实现城乡融合、城市农村共同进步，包括农村的法治建设、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回乡建设新农村的愿望。其实从郑晓龙导演采访说的话中也能看出来，《幸福到万家》这部剧的立意就十分深刻，并没有拘泥于单纯的农村剧，更多的是用镜头来凸显城乡同步发展，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当然了，很能来事的郑晓龙老导演也绝对是业界1等1的杠把子，他已经表态了。该剧除了制作班底是观众关注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演赵丽颖了。虽然说赵丽颖的演技一直备受观众和粉丝的认可，而且也演了大把的爆款剧，但剧的题材以古偶、言情居多，倒不是说这种题材的剧就略差1等，而是对于赵丽颖来说完全就是舒适圈，所以要想更上一层楼，赵丽颖就要勇敢地跳出舒适圈。而幸福到万家就是赵丽颖走出舒适区的见证。赵丽颖也确实没有让观众失望，不管是表演的张力，还是剧中的扮相，都非常贴近角色，真正的做到了人戏合一。从预告片看，赵丽颖原声台词出镜，不仅声音铿锵有力、悠扬婉转、不卑不亢，而且还成功带火了一段独白。话说，独白的背景是这样的，那就是和幸福打了万传家之后，不被婆家人理解，让她必须去道歉。结果和幸福表示道歉可以，但万传家也要为她做过的事而道歉。但婆家认为万书记不好惹，让和幸福不要较真，不要不识好歹。而在赵丽颖抑扬顿挫的台词下，一段独白直击人心：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那还是人吗？话说到这个份上，一种左右开打、永不服输的硬朗形象瞬间立定。其实从这段话也能看出来，和幸福就是一个敢想敢干、讲道理但也非常较真的人，特勇敢的一个姑娘。而这一点与赵丽颖本人也非常相似。在赵丽颖的幕后采访中，她自己也表示，因为她小时候也在农村生活，所以和幸福的状态很像她自己小时候。而且赵丽颖对和幸福这种敢想敢做的勇气也很欣赏，因为有过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所以赵丽颖才能更好地诠释出和幸福这个角色。而郑晓龙导演也不吝啬自己的夸赞，直接对赵丽颖提出点名夸奖。郑晓龙导演表示，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没有用模仿这种表演方法，而是在理解后用心诠释出和幸福这种角色。这不仅是赵丽颖的优点，更是难能可贵的一个特质。总而言之，《幸福到万家》作为赵丽颖的转型之作，不仅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故事内容更是扎实，加上赵丽颖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那一种豁出一切的狠劲，算是狠狠地套牢了萤火虫的期待了。至于赵丽颖的在剧里的表现，以及赵东陵的大热福气，各种的瓜瓤即将开裂，终见分晓了。而且视角永恒359度的新万，我注定会一如既往的为您奉上巴适可口的瓜瓤，大家念念不忘就好。